我花了500块钱买块银元啊，上网一查，就几百万。那金银加工店老板就是个笨蛋。哎呦，这个谁是笨蛋还真不好说。你这个确实不是一般的银元，这个是大清宣三的长须龙样币，在这个金银加工店花500买来，你觉得会是真的吗？那是真的，肯定过了，花300块钱鉴定过了。你这个机器给我检测的就是人的。你根本不用花那300块钱的冤枉钱。我这一看啊，也确实是银的，但是是银子，它并不代表就是老的呀。因为这个长须龙在过去它是样币，一般我们普通人家里边根本就没有这种银元。再说了，那个金银首饰加工店，它只是加工首饰的地方，咋可能会有这种银元呢？你店里有这个东西太正常了，是以前你顾客加工运输着的，老板给你顾客换过来了。你可能不太懂兑换里边的事儿，用银元加工银手镯在过去很常见。这个你说去兑换，别人根本就不同意。很多人自以为自家的银元啊，这个银子纯，他宁愿毁坏加工手镯，他也不会给你换任何首饰。这里边的事儿我太了解了。你了解也不一定是绝对的，我这个银元它就是例外。老板说他是一个盲人的加工手镯的，他看不见，我就给他换了。那是不是盲人，咱俩就不抬杠了。具体怎么换嘞，对吧？这个只有首饰店的老板知道。像你这么大年纪了，都知道上网去查询一下价钱，何况人家金银首饰加工店那都是卧虎藏龙的地方，人家都不知道这个银元能值多少钱吗？跟你说实话吧，他真不知道，因为加工手镯店老板比我年龄还大嘞，大这不是一个他会上网啊。那你说这个我相信，过去很多手艺人啊，大多数都没有上过学，那如果不识字的情况下，那确实是很难查询到这个市场价。但是你像我们玩银元，讲究的是一个新老问题啊，你这不能仅凭是银的，你就想卖几百万啊？不是我这个人过于自信，人家老板都已经给我保证过了，如果这个银元不是银的，愿意赔我100万，白纸黑字都写着了。人家给你写的这些文字，这都是文字游戏，没什么银子。银子肯定是银子，虽说不是银子赔你100万，就是赔你1个亿又如何啊？银元可不是说是银子它就值钱啊。这种长须龙啊，它是样币，这个样币啊，跟我们常见的大清宣三这一面带字的这一面是一样的，龙面却大有不同。当时这个大清宣三发行之前啊，一共设计了5个版，当时选择了一个曲须龙发行了，另外4个版都是样币，而你这个长须龙就是其中之一。存世量据可知啊，也是以个为单位，所以这种银元啊不存在用来加工银手镯，即使市面上有啊，别人卖给你也是为了挣钱嘞。你这个长须龙，首先包浆，你看漆不自然，不能细看，反正瞅哪看着都不行，尤其是这个边齿，你可以细看一下，看看它的边齿，这等于说是整体划一，这软了不得了。算现在的真银假币吧，市场价也就是100-200块钱。你别给我闹了，100块钱的银子都买不到啊！你商场的银子1颗都几十了，你别给我开玩笑了。我肯定不跟你开玩笑啊！你别看商场的那个银价去算，那商场里边那价格都是瞎胡闹嘞。现在谁也不会说傻到掏几十块钱1颗去买银子，何况你这掏500块钱买回来，出去人家赚了，他就是20多颗银子，100-200的市场价。你老板都说不挣我的钱了，他以前都几百块钱一个买回来了，算一次让我建了一个大楼。咱俩都沟通半天了，你还自以为捡漏了？哪有那么多楼让你捡？人家开店干生意了，哪能不挣你的钱嘞？不挣你的钱，人家房租怎么付啊？不挣你的钱，你说人家吃啥喝啥？他要不是干慈善嘞，500卖给你，人家还有钱赚。你不要天真的想着挣几百万了，你还是现实一点吧。给，还拿回去吧。好，小伙子，无论如何你得帮帮我。我这把年纪了。苹果15，如果不买我孙女的，该打我了。一位大爷火急火燎的找我变现一块银元，这语言都没有表达清楚，家里边应该是出啥事了。可把你盼来了。大爷你也别着急，这家里出啥事了？你赶紧给我看看。这么好的银元，这几个有人变黑了？银元变黑，这是属于氧化了，只要真假没问题就行了。我看你这个是大清宣三，这笔面压力这杠杠的呀，这一眼大开门的东西啊。我知道不假啊，我不是害怕银元变黑，是卖钱嘛。哦，是因为上一次掉下来出来气，
一下子泼到上面了。我说你这银元咋能黑？原来除潮剂泼上面了，相当于是银元的表层啊和这个除潮剂发生了化学反应，这个银元才会变黑了。因为银子这个金属啊比较活跃，你经常听别人说银子吸收毒素变黑，其实就是这个道理，不影响它的价格，这个你尽管放心吧。现在跟你说实话，我还是很担心。因为我孙女刚上完高考，上来给我要个苹果15，我只能拿银元来买了。那现在高中生攀比确实比较严重，一部苹果15恐怕不便宜。我看你这个家庭条件也不太好，买苹果15这个事儿啊，完全可以让他孙女是找他爸买啊，毕竟你这放一块银元也不容易啊。他爸妈出外打工，光让我给他买，就是不给我钱。我是没办法了，才拿银元。那是你说这个情况我也能理解，孩子在外边打工离得远，这一下子买苹果15带好几千，应该是啊，他们知道你放了有一块银元，对吧？银元卖了，我感觉差不多能买个苹果15了。昨天我托邻居问问，他说一个苹果手机得5、6千。你说这一个苹果手机那么贵？那现在苹果15确实不便宜，这个手机主要是看它的内存和型号，内存越大越贵，功能越多越花哨越贵。具体买啥价位了，我感觉还得问恁孙女，你最好是啊，让她去选。是的，我只负责出钱。对，因为上一次，有人给我1万多，看你能给我多少？那1万多的话，那应该是前2年有人给你出了价。这个大秦轩3现在卖不到5位数，我是这么认为的啊。所以说，你这个银元和这个除潮剂发生了化学反应，第一啊，它这个除潮剂没有腐蚀性。通过笔面可以看出来啊，如果像硫酸之类的，它与银元接触的时间长了，这个银元笔面肯定会凸凹不平整，所以没有影响。第二，你这个斑啊，它也不是之前的斑，大秦轩3深斑、浅斑、带点斑，3个斑里边带点斑是最贵的，一块带点斑啊是深斑、浅斑的2个的价格。你这个是深斑龙你可以看一下，它这个龙尾已经出晕。搁这个地方可以辨别出来，尾巴出晕为深斑，大青状态主要是看它的花枝，你这个花枝一般，加上龙鳞，包括字口，这都是通货的美品吧。就目前你这个状态而言的话，我个人给你来看的话，5000左右吧。5000太少了吧？你该不会我几中钱你再忽悠我吧？没有。那前年别人给我1万，你也图合着？那说实话，大爷，你也不要把我想得太坏。银元这个东西啊，完全是看状态给价来。第一，这个前2年价格确实比现在高很多。第二个，你这个银元目前的状态就在这搁着了，我个人看也就值那么多钱，因为这个大秦轩3现在行情基本上也就5000左右，太少了吧？无论小伙子无论如何你得帮帮我。我这把年纪了。苹果15，如果不买我孙女儿该打我了。动手打你，这孙女儿，你看能把她惯上天了。我啥都不说了，我看你这瘦了皮包骨头，也确实是挺可怜的。这样吧，等会儿我带着恁孙女儿去买苹果15，就按她挑了选，无论花多少钱，我这都算帮你了。行，我太谢谢你了。不用客气。那吧，你叫恁孙女出来吧。好吧。我在台这看他。对，那咱一块儿去，好吧。第一次去俺对象家啊，我从他爸桌子上拿了一块银元，我看着有点像假的，你看值不值500？你这说话前后矛盾啊！前一句说看着像假的，这后一句问值不值500？来，我先看看你啥的吧。我听别人说，那过去的假银元也能卖点钱这只不过是比真的少卖钱而已。道听途说不可信啊！过去的银元造假，材质是银的才值钱。而你这个是26年的这个北洋龙王，平时并不常见，况且你这都已经评级入皮盒了。你看皮盒虽然说没给分，XF92，但笔面整体状态还是不错的，最起码字口、龙鳞这都是很清晰的。真假你这得仔细对比官网就行了。什么官网我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过去的银元没有那么干净。这说实话看起来跟上个星期才生产的一样。你这说话很有意思。你这个是26年的北洋龙，这明显不像才铸造的。你看它笔面，说实话之所以这么亮，是有2个原因造成的。这个银元经常在手里边盘，日久天长，它表层的包浆都被揉掉了。这本来这个颜色它就是银元正常的颜色。另外一个，你这多少你这笔面说实话带点彩，
我看着不像新的。但我怎么看它就像新的啊。俺家有一个医院的纪念币，放在一起啊，它的颜色差别还不是很大。那个颜色刚才我已经给你解释得很清楚了，你主要是对这个银元不懂罢了。怎么区分新老啊？具体还得看银元的细节。你看这银元有很多地方它都有这个褒奖，而且呢都有这个流通痕迹。这种褒奖啊，说实话没有几十年还行不成。之所以给你查 F， 就是这个银元流通过。懂行的看门道，不懂行的看热闹。反正我是随手拿的，你看看值不值500吧？你这第一次去那对象家，这随手最起码你得跟那对象说一声嘛，张口只要500卖了，你明天我感觉啊，你有可能给自己找个大麻烦。这能有啥麻烦呢？一块破银元才值几个钱？要不是今天我急用500本，我才不屑一顾嘞。得了吧，你这口袋里连500块钱都没有，你竟然还在这里边吹牛！我跟你来说一下这个26年的北洋龙吧，这搁着盒子看啊，我看是一眼大开门的状态。刚才我都跟你说了，像这种银元啊，在平时很少见。我们见到了北洋龙，大多数都是25到34年的，尤其是34年的居多。而这种26年了，在北洋龙那边堪称龙王，所以说它这个非常少。你这个北洋龙呢，咋说这状态确实不错。大家玩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少。你这个也算是全品相了，相对各方面来说保存的比较好了。你包括它的字口，然后它的边齿，包括背面的龙鳞，这都比较清晰。因为过去啊，它这个模具不太精湛，这个26年啊，有很多偏弱打的，龙鳞不太好嘞。就是后期流通的时间长，龙鳞不好，所以说皮盒没给分，但奈何你这个实物状态非常好，这种传世品相，比那些带冠状铝锈的看着更舒服。我就保守给你估计吧，就你这个，我就给你保守估计吧，5位数还是有的。那太好了，我这干生意啊，正需要一笔启动资金。这对于我来说，相当于俺老丈人来帮我了，给你吧。你这相当于太简单了，第一次去那对象家。你这关系确不确定还不知道了，你这转手就要卖别人的东西，最起码你借的话，你请别人帮忙，你先给别人打声招呼吧，你这样出手也太草率了。我先不告诉他们了，等我创业成功之后，我到时候双倍的利润给他奉上。现在他们知道都不合时宜。你也知道这叫不合时宜吗？主要还是因为你太年轻了，你去别人家里边做客，不管是几百还是几万，关系再亲密，你再拿别人的东西，你最起码得给别人打声招呼。不打招呼啊，你这变换样的话，你这种做事风格太浮躁了。我劝你啊，还是把这个银元给那对象赶紧送回去，给那对象道个歉，这才是真的。你太不够意思了，这点小忙你都不肯帮。帮不了，确实帮不了。算了，谢谢你啊。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原来女他家拆老房子嘞，我从他那房梁上罐子里面抓出来一把银元，你帮我看看真假。这真假这还用看吗？这都是一眼大开门的。看你这品相还不错嘞，这一下那邻居这老房子拆的比较值了，一罐子恐怕不少吧？那罐子倒是不大，我感觉啊，应该有个几百块吧。几百块，啥都不说了，500一个，这10几块卖给你多了。我没听错吧？500一个，你这开啥国际玩笑？就这种状态的银元，500恐怕你现在买不来。你可不要小看，这都是普通的年份。这笔面你看，这有的这都带光，最重要的是这种带彩的。这邻居，这不是那邻居家的吗？这是我冒着摔断腿的风险找到的。俺邻居家的老房子，上百年了。他年龄大，爬不上去啊。那是。你这个爬高上低本来就是你的本职工作啊，你吃了就这口饭，挣的就这个钱，和你说摔断腿没关系。咱说的是归属问题，毕竟这些银元啊是在别人住宅老房子里找出来的，具体怎么处置啊，我感觉你应该交给那邻居定夺。其实我跟你说吧，这个拆的老房子还真不是俺邻居的住宅。这是以前斗地主的时候分给他家的。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。过去地主啊是农村最有钱的人，很多地产也有很多房子。斗地主的时候，一般家庭条件差的都会多多少少分一些地主家里边的东西。可问题的关键是现在的房子，它归属权是那邻居，房子和房子的东西啊，应该都是人家的。你也不用给我说那么多。像这些银元啊，都是过去使用的钱币。对。
极有可能啊，都是以前地主家留下来的。哦，那你这个具体是谁留下来的，这没法去证实啊。因为解放前后啊，像这些银元市面上有很多人在使用，具体是谁留的还真说不了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暂时像这些银元，我感觉应该归恁邻居所有。我觉得吧，都这东西就像寻宝一样啊，谁第一个发现的，都应该归谁。哦，啥都不说了啊，大不了400一个，便宜给你不多了吗？你看你的价格越说越离谱，我看你是看电影看多了，这可不叫寻宝，这叫个人的私有财产，你可不能随随便便卖了。你来之前听你报500一个，就说明你对银元不懂，这又着急降价，你又乱了分寸。虽然说你是一个搞拆迁的，当你遇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啊，首先你要学一下它的相关知识，这也不跟你说多少个了。首先年份上，你这都是常见的3、9、10和传阳23年，虽说存世量比较大，但是好歹品相状态这都不错。就拿你这些传阳来说吧，这个壁面你看带彩带底光，这过去老房子房架上这都是香樟木，阳银元包浆啊，这都是有木共土的，整体品相我看这都不错。你这随便抓一把都是这品相的话，那说明罐子里边的其他也不错。我个人看这一个1400完全没啥问题。乖了，老板你这是真实的呀？我不问你的话，这叶子得少卖很多钱啊。那是的。你看一罐子里面的银元，里面我看着咋都不一样啊。那不一样就对了，因为银元它发行流通的时间长短不一，中间接触的环境也不一样，所以即使在一个罐子里边放着，所产生的包浆也不一样，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。毕竟这一下子这好几万了，你最好跟那邻居商量着来。你说的对，大不了我给他家拆房子，我也不给他要钱了。哦，你不知道，俺这工费也不便宜啊，拆一栋房子才3万块钱呢。具体该咋办？我觉得还得你自己去衡量，毕竟这银元数量我也不知道有多少。反正感觉啊，你在法律上或者说在人情上，最好给恁邻居留一些利润出来。毕竟人家盖房子也不容易，你这也不能独吞。大概情况你自己回去自己好好想想吧。放心吧，我也不是那种吃独食的人，我现在都回去给他分了去。谢谢你了，不用客气。可把我气坏了，俺媳妇儿的压箱底钱，竟然是16块银元，你说这不是土豆了被骗了吗？16块银元这价值可不低啊，这给媳妇儿当压箱底完全没问题。这个我看里边还有荣耀，我看看啥。啥样都不中我这个人只认钱就俺妈说了压箱底如果不放5000块钱，那就表示对俺家不尊重。我听出来了，这个在家还是恁妈当家，这可惜恁妈对银元不懂啊。这16块银元，这分量可不轻，托在手里边这将近1斤的重量了。关键是里边还有2块龙样，我看这壁面这都是无伤无戳的品相，拿这个当家人也无可厚非，并没有丝毫不尊重恁们家。而且10几块这银元的价值也不便宜了，只能说你们不识货。俺妈说了，这些银元压根儿都不值钱。说俺老人家之前是开家具店的，这些银元都是免费送人用的。你可拉倒吧，哪有拿银元免费送人的？卖家具的我知道，一般他们都是高端家具，贵一些的，通常都是上万、上几万的，才免费送一块冤大头或者是无底钱，这是他们的促销方式。恁妈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反正是不值钱。俺妈说了，过去俺姥姥家，传下来几个白铜的，拿到市场上去卖，根本就没人要。没人要就对了，白铜的到任何时候它都没人要，白铜本身就不值钱，和银子价钱错着钱了。白铜材质在过去是老家，那都是民国那时候那军阀造的家，你拿到市面上确实没人要。不管咋说，俺妈自始至终就认为不值钱反正俺妈看不上的东西，我也看不上。那你这个你们是无理取闹知道吧？恁妈在家再当家，也不能这瞎闹腾。结婚过日子讲究一个家和万事兴，凡事都得相互包容。这么值钱的银元，你们再挑剔，就是无中生有了。反正我也觉得钱很重要。说好了压箱底放5000块钱的。这我找你姑姑家，不到5000我都得回去说事儿。压箱底这个规矩我知道，你这做事一味的向前看，这种状况我不认同。压箱底钱只是女方父母看心意给女儿的，恁妈认为它不值钱，完全是因为以前那种老家惹了祸，和恁媳妇这些银元没关系。恁媳妇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，虽说冤大头这都是常见的年份，咱就先不管它带不带板。
因为这些银元你也不卖，无伤无戳的大头，咋着也得1000一个了。你看，你这14块，这都14000了。另外还有2块龙阳，龙阳呢是甲辰和这个北阳。再说句不好听的啊，但凡是龙阳，只要壁面无伤无戳，这都在顶普通的这袁大头1块变2块，你这16块一下子就变成18块了，将近2万的市场价，不比你说的那5000块钱香吗？这10几块能卖1-2万？对呀、这有点不现实吧？这有啥不现实的？我记得俺妈说，这过去都不值钱啊，这一下，俺妈的面子该挂不住了。哎呀，这个谈起来这个面子这个事，我觉得恁媳妇儿才是受害者，就因为恁妈对银元的行情不懂，哎，这事儿啊，万一让恁媳妇儿知道了，这就变成家庭矛盾的导火索了。建议你回去好好的说说恁妈，改一下脾气，说实话以后少生气。哎，俺妈啊，她就那样。我觉得也没啥数。再说了，把银元的价格搞清楚，省得以后生气。你看搞清楚也行。我觉得在一个家里啊，这个婆婆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一般婆媳之间闹矛盾，都是因为这些无关紧要的事造成的，都是自家人，少一些矛盾，少一些纷争，哎，其乐融融，不是挺好了吗？赶紧把这些银元给恁媳妇拿回去，放那个箱子里边，别再因为这10几块银元，对吧？你再因为生气，真是不值当的了。哎，行吧，我回去把这个开金的事儿给俺妈说一声。谢谢你啊，老板。没事。听说这种带帽的袁大头比较贵，俺朋友送给我一个，我说请你帮忙看看是真是假。你这个是军阀比鸳鸯共和，平时我们很难见到，真假我看完全没问题。这搁着盒子看壁面一眼开门，像这种盒子币啊，你得学会对比官网看真假。我想着我朋友他也不会忽悠我，反正银元现在在我手里面拿着嘞，他也就从我这里拿走20万，做生意周转嘞。借走20万，抵押一块鸳鸯共和，你这心也太大了吧？不是我说你，你连真假都看不懂，就敢借别人20万。真假看不懂的话，那就说明你对银元完全不懂。一般像这种没分的军阀币啊，虽然说状态不错，但是你想买20万有点难。我朋友什么都让我看了，他2021年买的时候嘞，买的别人都是20万，反正他说这种银元烧越放越值钱。21年的时候，银元价格确实比较强劲，但是现在和当时的行情区别很大。再说了，那朋友是不是忽悠你嘞？有可能20万的付款记录真不是这个共和。为啥这样说吧？你看这盒子上标注的很清楚，2023年秋季评级周的盒子，这个银元分明就是去年才评的级啊。对，他就是去年才评的盒子，说让我放1万个心，真假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嘞。我都找好几个专家看了，确实没问题。真假那确实没啥问题，现在无非也就是价值多少的问题。借走你20万，只给你一块不带分的共和，很明显你这个朋友办事不地道，完全看你啥都不懂。既然你啥都不懂，那你这图的啥？我们以3年为限，如果他20万不还给我，那这100万的银元就全由我处理，我巴不得他不还我钱嘞。你先等等，你这说的话吓我一跳。就像这种 XF97没分的鸳鸯共和，这啥时候能值100万来？如果真值100万的话，那朋友完全可以变现换钱，他没必要去借你那20万。这是上次他在网上给我找了专家报了价，我又私自问了几个专家，他们报了价也确实都差不多，还邀请我拿着银元去找他们卖给他们。我感觉你这是陷入一个误区，很有可能被那朋友给带偏了。无论什么样的银元，他都是看品相来报价来。XF 其实就是壁面有流通过的意思，比 XF 高级的还有 AU、UNC、MS， 级别越高，它相对应的这个价值也就越高。我说这个你能听懂吗？能听懂。97就是壁面带褒奖，因为这种银元它带褒奖会更受欢迎一些，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市场价。就以你这个 XF97为例，如果能给到45分，会有一个好的价格。不过细看你这个品相还不错，因为像这种原味的军阀币太少了，大多数都是清洗之后去拨高分，只有高分才有一个好价钱。你这个除了壁面带褒奖之外，就是壁面你看前后都是全身的，因为这种军阀币在市面上没有流通过，所以壁面不存在磨损。由于它这种银元发行量不大，
所以看着非常舒服。你这个 XF97的分值而言，现在市场价也就10万左右吧。10万，你这给的也太少了吧？这比网上的专家一下子少给90万啊！你这不能买一块地要赚一套大房子。不可能赚一套房子，现在是资讯时代，不像过去3年不开张，开张吃3年，那都是建大楼。而你这个鸳鸯共和，虽说平时不常见，但也不至于说能卖100万。之所以网上专家给你报100万，他们完全就是想忽悠你口袋里面的钱。能忽悠我啥钱？同样是做生意，你不能乱砍价呀，有个差不多就行了。如果你能给我100万，2年之后我一定给你留着。姑娘，我咋说你好嘞？你这也别等2年多的时间了，更不要幻想2年后能卖100万，因为那朋友压根儿都不想还你20万，趁现在还能联系到他，把这个鸳鸯共和还还给他，20万的本金给他要过来，这才是正事儿啊！你这价钱给的低也就算了，你还怂恿我错过这次发大财的机会，我才不相信你说的话嘞。那行吧，那咱们就骑驴看账本，走着瞧吧。我这个人是真聪明，3000块钱买俺邻居3块老影院，没想到转手就能卖300万，这下这后半生可以躺平了。3000块钱买了影院，想卖300万，你这春秋大梦做的太美了。我看是3块小头啊，我先看看账来。哎，你看你把我说了吧，我感觉我也像是在做白日梦，可关键是有人已经给我出300万了，只能说明我这运气好。这个发财其实和运气并没有关系，这3块是一眼开门的孙小头，这想卖300万，那只能说你有点自吹自擂了。首先包浆你看2块罐装带锈，1块壁面稍微干净一点的，这3块统统都没有斑，加上你看这一块还带戳记，另外2块算通过状态吧。有人给你300万，这不是哄着你玩的吗？都是30多岁的人了，别人怎么可能哄着我玩的？在你眼里边，这很平常的东西，在别人眼里就是宝贝啊，就值300万呢。我觉得你应该是受网上那个估高价那波人给你洗脑了。这种孙小头其实在民国后期比较常见，属于当时的主流货币，存世量巨大。如果真值100万一个了，那邻居不会1000一个卖给你了。我邻居他啥都不懂啊，我多聪明事先拍了几张图片，先让网上专家帮我做个估价，然后我才掏钱买了。那你这种操作其实也没毛病，毕竟自己看不懂真假，又摸不清市场行情，找人参考一下也没毛病。可问题的关键就出在你找了这个网上专家身上，他这是看你啥都不懂，趁机收取你的费用，让你感觉发大财啊！你说的也对也不对啊。人家只收取我1000块钱，后续还准备帮我卖300万了，这是人家的正常收费而已啊！你看你这几句话，这充分就看出来了，别人马上都把你卖了，你这还帮别人数钱了，1000块钱不少了，给你参考到300万，就收你1000块钱。我跟你说这啥值500万，你是不是也得给我1000块钱？给你1000太少了。我想望的也不高，300万可以卖给你。你要有本事卖500万，那剩下200万都是你的了。其实如果你是真聪明的话，这句话就应该送给你那个帮你估价的那个专家。你想想对吧？你给他一句话，1000块钱最起码少付了。另外就是因为他这一句话，你多掏钱了。这个恁邻居咋说他应该是对银元行情比较了解了。你看这是3块小头。这个小头银元在咱这所有银元里边，尤其是咱国内银元里边来说是最便宜的。你这3块的，我刚才给你仔细看了，你看是2块稍微锈稍微大一点，其中1块还带戳。这3块的统统都没有斑。就像我跟你说的这个孙小头，其实最值钱的，就像上下五星，你说能上万还可以，稍微状态好一点的，你上个10来万，这都很正常。你就像正常的常见的这些孙小头，稍微带点大斑你比如说出售左右3花对吧？单双日开，这些还能卖个几千块钱。就像这种没有斑的，这个状态又是这个样子的，说上我个人看就像这种不带戳的600，就像这种带戳的500，这是他现在3块市场价。同样开店了为什么别人给300万，你给几百？这错你不能错这么多这个我跟你说吧，网上给你估高价，给你估到300万，第一个你很开心了，他们就是骗局的第一步，收你1000，然后后续的，当你带着银元之后，他们还会陆续再收你的钱，这是他们的一个骗局。另外，这3块银元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了，恁邻居卖给你收3000块钱，这说明恁邻居看你是外行，看你不懂行，他懂行，就那么简单。
我邻居是啥都不懂啊，他之前用的都加工银手镯了。你想想耽误我发多少财了？以前确实用银元加工银手镯，但是现在银元现在就这个行情，因为分版分的比较细，我看你别执迷不悟了。这些东西啊，你还别想往300万了，你出门多转转，找别人多看看，问问价就行了。我看好了，你这是想私吞我的银元？没有，我还是去找专家。我不要你的银元，放心吧。昨天在二说了发了一块铜板，这俺朋友啊想出500块钱给我买走。你说现在铜板都那么贵了吗？铜板确实也有几百块钱一个了，但是你这猛一看，确实像铜板，大小比铜板大，薄厚比铜板厚。我看着没错的话，这应该是朱砂绣的银元啊。咦，老板，你可别给我开玩笑啊！银元这可能会生锈的，只有铜板才会生这种绿锈啊。银元其实是9银1铜，里边含了有1层铜。你像在潮湿的环境下生绿锈很正常。你看它这个边齿这一圈都是绿锈，是的呀。而这两面这是朱砂绣，这种朱砂绣你看呈红色，是银元里边比较难遇的宝相。你搁这朱砂绣能清楚的看到是一块北洋龙。你这说半天了啊，我这也没听明白。你那意思这不是铜板是银元？对。那我回去再给俺朋友多要500块钱。多要500恐怕也不行吧？现在银元哪有那么便宜嘞？你普通的元大豆现在都1000多了，更何况这是一块北洋龙呢。虽然说壁面带朱砂绣，好歹壁面无伤无戳的品相啊。哎，主要是朋友之间嘛，多一点少一点倒是无所谓。那是，既然他张开这个口了是吧？收他一点钱，有那个意思就行了。听出来了，你对朋友也是比较照顾的。只可惜啊，你对银元行情不懂，不了解每个币种的价位。第二，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银元也不是恁家传的，不然你也不会这么大方。关键是你难道没想过这个银元是恁儿搁哪来的吗？我问我儿子了，他说这块银元是他同学送给他的，经过我儿子同意了嘛，不是，现在都已经属于我的了。咱作为家长不能把问题想得太简单。咋了？你像同学之间赠予几块钱的东西，还得讲究一个有借有还。你何况像这种银元嘞，好歹现在也是无机文物了，更何况是一块朱砂绣的北洋嘞。你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，对吧？但是我儿子说，同学好心送给我儿子礼物，咱也不能给他退回去，对吧？我说句姑娘话啊，这个现在退回去也总比你现在乱卖强。那儿子多大了？今年10岁了。10岁了，现在也都上3年级呗。对呀。互相赠予啊，这个很明显是不合适的。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吧。一般像这种银元啊，在我们个人家里边，你都普遍都会把它当成传家宝。你想想该卖的，早些年那时候都变现了。对，凡是留下来的，都寄予很大的希望。加上你这个又是北洋龙，即使是我们大人，这也不可能轻易送人。我看你这个虽然说是一块长尾龙，但是它外边的包浆好啊，因为朱砂绣在银元里边也算是一个名誉品的包浆，因为银元氧化成这种状态很难。你看，比朱砂绣算是比较均匀的。包括它的龙鳞，这两面的字口，对，这都是全身大，这种状态算是锦上添花了。平时你还真是可遇不可求，就目前凭你这个银元的状态来给你估的话，30千块钱还是有的。你不会给我开玩笑了吧？没开玩笑。现在银元都那么贵了吗？对，我家传那10几块银元，10年前才卖了几百块钱一个。那你10年前和现在对比，那价格肯定有区别。10年前我们用的东西啥都便宜。那毕竟通胀是其一，另外经过这10年的变化，像这种银元的币种啊，它这个版分类更细，价格所以说会有差异。你这么说也对，对我刚开始也没看出来是银元，对，估计我儿子他同学更看不出来。那是，我暂时先拿回去，我给他保存着，等他要了再给他说，不要的话以后我再卖给你。你有这种想法很危险啊！你这是摆明了想私通人家的东西，这种做法我不认同。你这种做法算是给孩子做了一个错误的榜样。我觉得这个孩子年龄还小，你应该鼓励他把银元给他同学还回去。万一哪一天人家大人对吧，家长再找你要，现在都很被动了，有身份了，到时候啊，我感觉你会很没面子。反正你别管了，我自有我的分寸。谢谢你了，老板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